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烟火味厨房。山药是我们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，做法也有很多种，平常吃的最多的就是炖汤。今天搭配玉米会想一道好吃的下饭菜。首先准备一根野生山药，清洗干净。挑选山药，我们要挑选这种野生的，因为这种山药不仅营养丰富，而且口感更粉糯。山药富含一种粘液蛋白，我们在处理的过程中一定要戴上手套，然后用削皮刀把山药的外皮给刮干净。如果是山药和皮肤直接接触的话，很容易引起皮肤过敏，让你痒到怀疑人生。山药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材，富含多种维生素、矿物质以及膳食纤维，尤其富含丰富的粘液蛋白，有助于保护胃肠黏膜，对胃肠道健康有益。把处理好的山药放在案板上，接下来简单的给下刀。这种野生山药颜色雪白的，接下来我们要简单的给下刀，把山药切成大约2个硬币厚的薄片，我们千万不能切太薄，如果太薄的话，在炒制的过程中很容易碎。但是我们尽可能的切均匀一些，在炒制的过程中方便成熟，也方便入味。全部处理好，放在大一点的碗中。接下来加入1大勺的食盐，加入1勺白醋，因为切过后的山药和空气直接接触，很容易氧化变色。加入食盐和白醋可以改变酸性环境，可以抑制氧化变色，放在一旁浸泡着备用。接着准备一只玉米，挑选玉米我们要挑选这种颜色金黄的，其实这种玉米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，水果玉米。这种玉米口感爽脆，把外壳和玉米须处理干净之后，我们再简单的给下刀。今天的玉米我们尽可能的切薄一些，这样方便成熟，也方便入味。看似平淡的玉米，其营养十分丰富，富含丰富的碳水化合物、膳食纤维、维生素，经常食用，有助于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。全部处理好，放在盘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小把处理干净的虾仁。虾仁的处理方式在之前的视频中有介绍，把虾仁切成小长段，这样方便成熟，也方便入味。虾仁的营养也十分的丰富，尤其是长身体的小朋友们，要适量的多吃一些虾仁，这样对身体非常有益。全部切好，放在盘中。现在的山药也已经浸泡好了，加入了白醋和食盐，一点都没有氧化变色，还是雪白的。接下来简单的准备一些配菜，准备小把去皮的大蒜切成薄片，两小块去皮的老姜同样也切成薄片，全部切好，和蒜子放在小碗中。喜欢吃辣一点的，准备几个清洗干净的小米椒，切成斜刀片。小米椒不仅可以增加辣味，同时还可以搭配颜色，如果吃不了太辣的也可以不用放。切好和姜蒜放在一起，提前准备一锅开水，把切好的玉米倒在锅中，开大火煮3分钟左右，然后把山药也倒下去，因为玉米比较难熟一些，我们要提前煮一下。接着往里面加入大半勺的食盐，提前入下底味。野生山药比一般的山药肉质比较硬，我们在煮的时候也要稍微的多煮一会儿，如果没有煮熟的话，吃起来会麻嘴。大约煮个3分钟左右，煮制成视频中这样。这个时候的食材大约有80%熟了，我们就直接捞出来，放在准备好的凉水中自然放凉。
焯水过后的山药一定要过上凉水，这样在炒制的过程中就不会黏糊糊的。食材完全凉透以后，我们用漏勺直接捞出来，控干里面的水分备用。另起锅，加入少许的食用油，把切好的虾仁直接倒在锅中，开小火把虾仁炒出香味。整个过程大约在20秒左右，因为虾仁比较容易熟，如果炒制的时间太长，吃起来肉质不 Q 弹。加入切好的姜蒜小米椒，稍微的翻炒几下，把虾仁炒出蒜香味和辣味，和姜蒜小米椒一起炒一下，这样可以去除虾肉里面的腥味。接着把玉米山药直接倒在锅中，快速的翻炒均匀，使所有的食材完全的融合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借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再走呗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与鼓励。加入小半勺的蚝油，小半勺的生抽酱油，少许的食盐调味。我们其他调味料就不需要添加了，吃的就是食材的本味。再次翻拌均匀，把所有的食材炒出锅气，炒至入味。在出锅之前，加入少许的水淀粉，搞上薄薄的芡汁，这样炒出来的菜品油光滑亮，看起来就特别的有食欲。开大火，快速的把汤汁收至浓稠，加入切好的葱段，稍微的翻炒几下，把香葱炒出香味。炒制成视频中这样就差不多了。一道营养又美味的山药玉米炒虾仁就这样做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如果你也喜欢，就赶紧收藏起来，有时间做给家人们尝试一下，肯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山药的温顺，玉米的清爽，虾仁的鲜甜，一口下去从事丰富，味蕾被温柔的安抚。这不仅是一道菜，更是生活里简单的小确幸，一口接一口，满满的是家的味道。如果视频对您的厨艺有那么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、收藏、留言并转发出去。另外头像还可以看到更多家常菜制作视频。好了，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啦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